过搬走。不好意思，我已经问过警察了，你不用关门的。你这是遇错人了，我跟你讲哎。Hello。Hello。呀。听到。OK。听得到啊。听到。哎，你好，我是杰克啊。OK，Hello，杰克。你好，谢谢你耶，愿意好像跟我们 share 你的这个 experience。其实我进去住不到2天我就已经走人了。OK 啊，很夸张啊，很恐怖我跟你讲，真的是。你是怎样找到他的？对，之前我在 Facebook 找，然后他就会一直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租。是呗。你那时候他租你的租金是少过400以下的是吗？那时候我租还要350。你们有签 contract 吗？有啊，我有跟他签。然后他有不给你拿水吗？那时候我装他水还可以，只是还有一些就是后面洗手盆啊，我要洗衣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倒那种洗衣液会弄到手嘛，弄到手过后，我就现在洗手盆洗一下手，还是想看到CCTV 讲用我肮脏的手用它洗他那个洗手盆，洗手盆就是来洗手啊，不然来做么？他就是嫌我们的手肮脏啊，脚肮脏，弄到他的家这样子，是不是？对，而且还有一个，那时候我刚好冲凉出来嘛，我就抹头从厕所去到我们房间，基本上5秒以内罢了。我就随便抹一下头，他就看到 CCTV， 他就讲你不会这样子从厕所出来抹你的头，这样头发掉下来弄到我地上什么叭。然后他就是一直在监视那他就是一直在讲你一点不可以，一点那种不可以。你本身是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决定我一定要搬掉。每天跟他吵因为一点那种累积到真的是不可以然后你有跟他讲你不要住的时候，那他给你什么反应？我没有跟他讲我不要住，是他叫我，如果你住这样辛苦的话，这样你就不要住，你就搬他就叫我搬。他叫你搬啊？刚好在合约以内，不是我选择我要搬，是他叫我搬，所以我就顺着他意思我就搬你就可以拿 deposit 是不是？他一开始是不想给回来，所以我就拿合约出来跟他讲而且那时候谈了很久，他就叫他哥哥来跟我谈很多东西又是他哥哥，哇啦喂，他真的是他哥哥就是很像他做坏人，他哥哥做好人这样子两个同流合污那种这样怪不得他不要跟我签合约啦，我应该是他第一个 tenant 他们不要合约的，所以才会搞到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他跟其他的 tenant 有没有发生什么口角啊？然后你有听到之类的？有啊，全部吵一样东西。之前一开始我搬进去住的时候，我也是有问之前那些 roommate， 怎么之前那些人不要住他就开始跟我讲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全部也是很多就是给他吃掉那种deposit。那时候我就心里想，哇，如果是这样子给他吃住deposit的话，心里又很不平衡，因为那时候他是跟我要2个月，我就跟他讲，正常我们都是给1个月，肉百肉都是1个月。他讲 OK， 我让来让去因为毕竟那时候我也要租嘛，OK， 我就给你1个月搬他就觉得OK 啦，好过没有我是觉得他是这样子来想。可是最后1个月半的时候，你有拿回全部吗？有啊，我有拿回全部，只是他还是有额外扣掉我一个38块，好像很像是报那种什么 STB 我们的名字，然后其实那个报我们的名字最多也10块钱，我就心里想，还有那28块拿去给他看医生真的是拿去给他看医生算，因为要搬走我就想算了不要给他讲那么多越讲越累因为起码我的 deposit 有退回给我嘛，那时候我给他搞得很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没有什么骂人他是唯一一个屋主给我用手指出来骂这个。我要面对面他，就是他不敢他躲在房间里面是敲他们那时候他也是嘛，一跟我吵完了他就进去房间，我就一直敲他们，他就假开那个吹风筒，呜那边吹，就当作没有听到，我就死命敲。OK， 观众朋友，所以呢，刚刚你们看到的是其中一位前小弟他在那边住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我们只是通过 WhatsApp call 这样子来交流一下，所以他就大概跟我们讲了他在那边住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呢，自从我这个影片播出了过后，对吗？也是有好几个前小弟来私信我，包括刚刚那个前小弟的话，算上去应该是有4个这样子吧。然后有一些是私信我的太太啦，他们就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些之前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是通过电话的，有一些是通过 message 的。这边呢我就不再透露啦，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身份公开来。再来就是呢，发生了一个很 drama 的东西，就是在24号的时候，平安夜当天他把那个定金还给我了。对，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跟我讲，他已经把定金还给我了啦。说一贯的作风咯，就是他要跟我讲话的话，他就 unblock 掉我的 WhatsApp，
send 了一堆 message 给我过后，然后又把我 block 回去，就让我没有办法可以直接跟他沟通这样子。可能我先让你们来看一下，在还定金的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画面则是有一点火爆了，当然我不可以很清楚的让你们看到，因为其实我有拍到他的那个家里面情况，所以全部都会 censor， 为了保障这个当事人的隐私。虽然我是受害者，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去公开他的个人资料，因为这样的话会违反 PDPA。先让你们看一下那个画面吧，就是我们的对话。OK， 好。今天呢是12月23号星期五，我的租约啦，应该是到12月25号的。他应该是没有意思要把那个定金还给我啦，因为刚刚我有 send 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幸好我是 send message， 然后不是通过 WhatsApp， 因为他在 WhatsApp block 掉我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意思要把那个定金还给我，可是他回了 message 就是讲他没有意思要把那个定金还回来啦，他就一直怪罪在我的身上，还有怪罪在纪嫂身上，讲还是去 Facebook 那边啊 po 一些奇奇怪的东西。其实 po 奇奇怪的东西呢是他本身。现在我是在这个 block 楼下啦，我就打算把这个锁匙丢回去给他信箱，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再跟他纠缠下去了。然后我也会依照警察给我的指示，就是会去到那个 Magic Street 啊，是吗 Magic Street 啊 Magic Street 那边去投诉。然后那个 filing 其实也不贵的。最近我因为太忙，所以还没有时间去 file 这些东西，再看怎样。OK， 好，所以呢，这一个就是他的信箱。OK， 哇，开不到的嘞。Anyway， 他的信箱开不到，所以呢，现在我就直接上去把那个锁匙放在那边。全程呢，我都会录影，非是他家我弄不见他的锁匙。我先敲一下门，看有没有人在家先。OK， 所以现在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家。他这边有 CCTV 的。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家，他也是不敢出来的啦。这样子的话，我就当住他这个 CCTV 的前面，把这个锁匙丢回给他。OK， 阿姐，我知道你在里面的，这个是你的锁匙，我再放在这边，你自己来领取。OK， 我已经放在这边了啊，拍给你们看，已经在他家门口了。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会照警察的指示跟入那个法律的程序了。OK， 就这样子。你不要关门！啊，你看，就是这样啊。我现在跟你讲，我会跟住法律的程序。警察那边已经跟我讲要怎么做了。如果你追成的话，因为你在欺骗，还有诽谤，追成的话，你将会做不超过3年的监禁。追成的话，你们两夫妻威胁我，没有。我已经问清楚了，没有。锁匙就在那边。等到今天你才还我。我还没有过租约，我到12月25号了。现在我12月25号，什么叫偷偷搬走？然后拿掉我的锁匙。你们两夫妻威胁我，然后不好意思，我已经问过警察了，你不用关门的，不超过3年的监禁或者是2者监视，我已经问得很清楚了。你现在欺骗跟诽谤，然后我已经找到你之前的租客了，他们全部都有口供。我先在那边跟你讲一声先，啊，你这是遇错人了，我跟你讲你遇错人了，你这是遇错人了，来。你叫警察，不用紧了，那边就 report 了的。你看你的锁匙，这个就是你的锁匙，这边已经有记录了。Hello，my tenant come来你啊，连话你已经报警很多次了，警察那边有 report 了的。你有本事你就把这个 CCTV 给他看 ，OK？ 来，我讲。我跟警察讲，来。好，我在那边等他来。好，我在等警察来。警察有没有来先，阿姐？警察会不会来？你已经报警很多次了，我问了你之前的 tenant 了的，你不用在那边假在那边做戏了，你真的是这样想骗取租金啊你？我不要骗你，
听他讲什么吗？OK， 就这样啦。以后真的是不希望跟这种人再相见了。是人家惹事啊，惹事生非啊，住3天而已啊，就惹事的那种人啊，你看他讲。没关系，没关系。啊，警察就叫我报警啊，警察就叫我搬掉锁匙了。请问警察有来吗？他讲你的本人啊，都搬走啊，叫我搬掉锁匙了，你懂吗？叫我双手。Oh my god， 真的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请问警察有来吗，阿姐？请问你报警了吗？你看这个小人，你看他现在在我家闹事嘞，哇，来了凶巴巴哦，把我的手机给带走这个地上，他这样子来拍我，要威胁我。威胁他。Anyway， 今晚我问你最后一句哦，警察有没有来，阿姐 ？OK， 你看还要躲，他就是不要借我 ，Never mind， 锁匙就这样丢回给他算了。我还有2天的那个租金哦，我也是没有什么管好钱的 ，leave it，OK， 就这样。OK， 所以呢，刚刚我们在楼下等。我就真的是等到警察来了，我已经把所有东西已经跟警察讲一轮了，现在就看他们会怎么样。然后我已经跟警察讲了，警察他也是会通知我的那个 case officer in charge， 等他来联络我或者是 WhatsApp 我。所以现在再看怎么样啦，后续发展会是怎样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刚才真是非常的生气，我跟你们讲，他真的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嘴脸，我没有拍到，他一边吃零食哦，他一边摇头，50多岁的人嘞。哇啦！我真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幼稚的举动，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太水了，真的太水了。我现在回马来西亚啊，神经啊，真是遇到神经人了呀。所以呢，刚刚画面是有一点鲁莽啦，因为其实我真的很生气，真的是很火滚。那时候，因为他明明在家哦，我敲门敲了很久，他就 pretend 他不在家。结果我在那个 corridor 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哇，他竟然躲在厨房外面看我。然后就发生了刚刚你们看到的事情了。Anyway，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我跟他讲了这些 information， 然后他就已经开始有点担心啊。因为其实这些 information 是我之前没有办法，而且我也还没有跟他讲的。不要看我这样 emotional 的在 settle 这件事情哦，其实 on top of emotion 呢，我也是有很理性的去分析我到底要怎么办。可是那时候我就把全部东西一下子讲出来了，就给他听到。他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诶，不对路哦，这个小弟好像跟之前小弟有点不同。你们该看到的是23号所发生的啦，因为23号我太太还有小番薯陪我一起还锁匙，就是特地去还锁匙。然后在24号呢，他就把定金还给我了。然后他在还定金的时候，他是以 message 的方式嘛，我给你们看那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哦可以显示哦，他还是很不情愿，而且他还是要 stand for 他是对的。你们看一下呀，你们看这边。首先呢，他就讲小弟，我现在把你的念念不忘的押金退回给你，希望你可以睡得安稳一些。其实你只是住了3天，本来是不用退还给你的。OK， 首先什么叫做本来就不需要退还给我？据我所了解啦，定金哦，通常如果你去租一间房间的话，定金的作用就是如果你在离开的时候，屋主去 check 了全部东西，如果没有东西损坏的话，就会把定金还给租客。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如果在看影片，你们觉得我的理解错的话，可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就是关于定金这一回事。而且我并不是租了3天哦，11月25号一直给到12月25号，所以如果我已经拿了锁匙，我要不要把我东西放在里面或者是搬走，那是我的自由嘛，对不对？所以这位阿姐口中所谓的租了3天哦，并不成立。接下来呢，就是你昨天来我家门口大吼大叫，失去理智，把锁匙丢到家门口，你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最少你要拥有最起码的男士风度交到我手上，对吗 ？OK， 这边呢就好像刚刚你们所看到的，首先我是在他家门口呢敲了很久，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家嘛。他的信箱我又放不进去，我不是跑上去敲门哦，敲门敲了很久，结果他不在家。既然他不在家，我又没有办法把这个锁匙放去信箱，我不是放在他的门口那边哦，其实他门口那边哦有一个铁板顶住了，所以呢其实是很难发现到那个锁匙在那边的，我就放在下面哦。
哎，我就走到 corridor 的时候，从 corridor 是可以看到他的厨房的嘛。我一转回去，我就看到那个阿姐站在那边了。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气了，我敲了那么久哦，她竟然不要开门。阿姐，如果你愿意公开的话，你不是公开你的 CCTV 咯？你的门口那边有 CCTV 吗？对不对？你就让大家看一下我到底敲了多久，为什么你没有开门？你现在反而来指责我，讲我把锁匙丢在你的门口啊，会不会有点夸张？没有男士风度，大吼大叫。这个我承认，可能我当时是失去了一点理智，理智线断了，因为你这搞到我很生气，而且我不是一个随便就会骂人的人哦。你可以让我这样子破口大骂，其实真是算你厉害啊。接下来呢，在这个信息里面他就讲，不懂是父母没有教还是学校没有教。对咯，如果是讲父母没有教好啊，学校没有教好，可能就是把我教的太笨了，太容易相信人了才会这样子。这样子可以问一下你妈姐，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学校有没有教好你呢？不要紧啦，这些都是小事。我修炼法轮功，我慈悲的师父教我们要做到真善忍。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哦，我不得不讲啊，阿姐，你一点都不真。打从第一天开始，我进到去的时候，我问你是不是 Jenny 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不真了，因为你骗我，你讲你不是 Jenny， 那是你的朋友。过后呢，还有一大堆的谎言，讲什么前小弟啊，跟我很好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当我成功联系到那些之前的小弟哦，没有一个是讲你很好的，他们是为了求存，所以没有办法，必须在你面前演戏。再说他们是第一次到新加坡做工的，真的是很委屈他们。我自己本身是这样觉得啦。再来，你一点都不善良哦，你一直在想办法哦，要把那个定金吃掉，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善良吗？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忍这个部分呢，你真是做到很好，因为你真是太厉害，隐藏你所有的东西了。其实，在监中我有不断的问他很多问题哦，他都一直在想办法，好像去圆谎之类的。我不懂是不是因为你之前有这些经验过后，你就学到很厉害，隐藏这些东西。这个我佩服你，给你一个赞 ，OK？ 所以我不要跟你斤斤计较。其实那个时候你好声好气找我好好的谈，而不是讲话这么臭脾气和大吼大叫对我，然后你又没有交代一声，就偷偷摸摸又不把锁匙还给我，你的老婆还在面书说我的锁匙还在你们那里。我真的不想再跟你们这种霸道无理的人再纠缠不清了。首先阿姐，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谈过？你记得吗？在厨房的时候，那里你的厨房好像有一个 CCTV 对吗？如果你敢的话，你不是公开咯，我 OK 的，我这边 authorize 你把我的脸 OK 肖像权都给你了，你可以公开的。这支影片为证。在那时候我都跟你讲了，每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来磨合。但是磨合不到的话，也没有办法强求下去，对不对？那时候不是好声好气嘛。然后在厨房的时候，我也是有跟你讲啊，既然当初你已经讲了，不要有 contract practice flexibility， 这样子不是 flexible 咯，给你30天 notice， 然后你就在25号的时候我搬走的时候给回我定金。那时候你也答应啦，那时候不是好声好气的谈吗？结果是到了你反口的时候，我们的口角才上来的，对不对？你的 CCTV 好像也是可以录音咯，我记得啊，你不是公开咯？为什么会搞到我大吼大叫、脾气臭？都是你所谓讲出来的脾气臭跟大吼大叫，都是托你的福哦。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生气了，偷偷摸摸不把锁匙还给我，这一点我真的是不明白。我给了你租金，从10月25号到12月25号，什么叫做偷偷摸摸？还有在脸书 comment。是谁先把我们的照片啊，还有我们的资料之类的公开在脸书上面的？还不是你吗？你好像就是那一位哦，不想跟我们这种霸道无理的人纠缠下去。到底是谁霸道无理？你知道在整个过程啊，整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到的就是你一直认为你是对的，我们永远是错了。你的哥哥还打电话还跑来跟我讲，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对？我就问回他一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有讲过我完全对吗？我完全没有。我也承认了，当初不签 contract 是我最笨最错的一件事情。OK， 接下来呢，他就讲哦，现在把你的押金450还清清楚楚给你，希望你全家平安。然后他还夸胡哦，善恶终有报，出来走，做了就要还，祝你平安夜快乐。Then 他就 send 了一个 screenshot， 就还了450。然后我也是有去我的银行看啊，对啦，他已经还给我了呀。
阿姐，你都懂啊，什么叫做善恶终有报，出来走都是要还的。这句话你那么清楚，等你现在做的东西，难道你以后不用还吗？你知不知道，在我从你的前小弟那边得到的资料，我有多么的惊讶吗？1年里面啊，你已经换了6、7个 tenant， 然后你每次收人家2个月的定金，最后才退还人家半个月的定金，你这个真的是很好赚哦。然后那时候你跟我讲你辞职什么之类的，你原本就没有工作啊，辞什么职？你这个人真的是给我上了一个很好的一课啦，讲真的。OK， 既然我定金了，这样子我就直接公开跟你们讲，其实在他还没有还定金之前，我已经 plan for 要做什么东西了，也让你们来知道一下，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是有遇到相同的事件的话啦，会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全部东西都很突然啦，就是在他去报警的那一刻我们就真的做了很多功课，才知道原来可以走这个方向，原来可以走那个方向。所以首先呢，其实讲真的，合同是非常重要的。我最错的地方就是没有合同，因为如果我有合同的话啦，然后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叫做小额法庭。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OK， 我会 show 出来给你们看，就是这个咯 ，File a small claim about the small claim tribunal (SCT)， 这个就是小额法庭。然后呢，你们在这个页面滑下一点，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Cases eligible for a small claim。OK， 你点进去，它这里就会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去 file 这个小额法庭，看到吗？A tenancy agreement for residential premises not existing 2 years。So 如果你有这个 tenancy agreement 的话，你就可以去 file 这个小额法庭了。这个方向呢，我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里我就知道了，这个阿姐她不要 sign tenancy agreement，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前我太太有联系到一个前小弟，他就跟我太太讲，他们是有 contract 的，而且还闹到小额法庭，成功的拿回了他们的定金。可能这个阿姐就是因为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呢，就从我这个人开始我这个租客，我是第一个就是那么的衰，就是从我开始呢，他就不要 sign tenancy agreement 了。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个小额法庭我没有办法了，我就 pass。结果我就去报警因为这个阿姐报了警嘛。她报了警过后，我就去问警察，然后警察也是有 WhatsApp 我，就跟我讲，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像我的 case 因为是有一点欺诈的嫌疑嘛，你就可以去到这一边，也是一样的网页来的，就是 Singapore Courts。其实你们只要在 Google 带那个相关字眼，好像 Small Claim Tribunal Singapore， 或者是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这个就是警察叫我去做的，因为没有合同嘛。然后呢，当你来到了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这个 page， 你滑下一点点你看到这边吗？有一个 Cases eligible for a Magistrate Complaint， 这里就是让你看到有什么 case 是可以 file 的，而且这个 filing 也不贵的，只是20块新币而已看到吗 ？Eligible offense 这个。cheating、scam 欺诈，对，因为这个阿姐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有欺诈的嫌疑，所以呢，警察就 offer 我去 file 这个 complaint， 但是我还没有 file 然后我也是有去看那个刑罚，你们一定很好奇，我在他家的时候，我会讲出这些那么专业的字眼，其实我是从这里看来的，因为你们看这里如果是真的罪成的话他将会遭受怎样的一个 punishment？ 然后首先这个你一定要 file police report，OK？ 所以呢，你们可以去到这一边 step by step guide。Private prosecution and summon， 这里呢，他就很清楚的告诉你，如果真是罪成的话被告者呢将会遭受不超过3年的监禁，或者是罚款，或者是2者兼施。就从这里呢，我就知道，哇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跟你们分享的啦。当然，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的话，可以问警察，就好像我这样子问到警察可以去到这个小额法庭，可以去到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再来呢就是律师这个是so far我所知道的东西啦。当然 HDB IRAS 那些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去 file 了我们的 case 就是我太太还有去问 HDB 呢，还有去问 IRAS， 但是呢 IRAS 呢他就不会把这个 outcome review 给我们，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可能有 investigation team 去做这个 investigation， 看一看呢他这样做是不是到底为了逃税还是之类的。然后 HDB 呢那一 side 给我们的答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 tenancy agreement， 所以他们也不太方便插手，再加上我们的纠纷是有关于到
要 deposit 的，在他们的 website 哦，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只要是有关于 deposit 的东西，就是屋主跟房客因为 deposit 的关系而发生纠纷的话，他们那边是完全不会插手的。所以也是有一点求门无助啦，所以呢才会去到警察局，然后才会来到这边的。那么其实我现在是还没有 file 了啦，然后警察那一 side 呢，其实过了也将近有1个礼拜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festival 的关系，圣诞节啊，而且又要开始1月1号了，所以进度是非常的慢，完全都没有跟进啊呀，没有下文。所以我觉得不单单是我的 case， 我只是猜测啊，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呢都会被冷处理，包括我这一个啦。所以那个警察才会 suggest 我去到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可能因为他们也是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吧，所以呢他就建议我去到这里了。一个 filing fee 20块而已。然后由于他已经还我定金了，所以我就心软，我很容易心软的。其实不懂是不是因为他抓到我这一个弱点，但是我身边朋友也是有跟我讲啦，你应该要 continue。其实我也不知道怎样还是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觉得我应该继续下去吗？还是你们觉得既然我已经拿回了定钱就算了？可能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该怎么做。讲真的，所有的证据我都还有啦，只是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忙，为什么我没有去file呢？间中就是因为太忙了。对了，还有呢，前小弟们，我相信有好几个前小弟们都是有在看住我的这支影片啦，或者是之前有跟我住过相同地方的一些住客。如果你们真的是觉得你们有好像被骗啊，或者是你们有合约什么之类的，就跟着我的这个方式，你可以去到这个小额法庭，或者是去到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这里去放你们的 case。因为讲真的，如果我真的去放的话，我一个人的话，我相信那个力量也不大，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嘛，都是租客嘛，都是有遭受过同样的遭遇的。如果我们一起去放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有用啦。而且这个阿姐已经报过很多次警了，我觉得警察最多也只是去那边做一个协调员而已，他们也不会做什么东西吧。这个是据我所知啊，我不了解。然后就是现在我拿回定金啊，我真的也不懂下一步要怎么办。但是我的 case 我是觉得还是有欺诈的嫌疑啦，所以如果是要 go for filing 的话，我还是应该会往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这里这个方向去。如果警察还没有 contact 我的话，因为其实我一直在等警察 contact我过后，我才要进行下一步。因为这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多数都是因为我们去报警了过后，然后警察不受理，我们才可以 go ahead，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据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啦。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事件的 update 啦。他把定金还给我了，可能他发现到有什么不对路。接下来就是 filing 的东西啦，我还在等警察联系我，希望过了1月1号过后，警察会联系我吧，因为我真的在等，而且我还蛮好奇的，他们到底会怎么处理？因为我身边都很多人跟我讲，其实你这种 case 都会被冷处理的，但我又在那边想，新加坡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吗？还是他们没有特定的一个 rules 去 settle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tenancy agreement 的 dispute？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我现在也是在等。而我觉得这种东西时间应该会花很长啦，所以在看影片你们觉得我还需不需要耗下去呢？因为我已经拿回定金了嘛，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么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我觉得我再看有没有什么 update 啦，然后才看要不要再做一支影片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一直出这种影片，也会给人家讲我做搞作，已经有人家讲了的。其实把这个是我的频道，我在分享我的生活，这个事件就是我生活中出现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啦。好啦，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你们可以从我这支影片多多少少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就好像这种小额法庭啊 magistrate complaint 啊，然后有关于这种房屋纠纷的东西，有帮到你们的话是最好。如果你们有朋友啊，或者是身边有人在遭遇相同的事情，可以分享给他们看一看。还有，如果你们真是想知道我的这个住的地方是在哪里你们 PM 我就好了，我是不会写在 comment box 啊，或者是描述栏里面的，因为这个是会违反 PDPA 的。OK， 我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就算我是 PR 都好，也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永久居民。好啦，喜欢这影片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次影片见，拜。